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10日晚间19点3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一书已经印出了2本样书啊，样书印完之后，我经过校对就可以对外发售，在抖音、拼多多、淘宝、当当就可以购买啊，15天以后基本上就可以购买啊，在这些平台。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外围市场啊，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下跌，这个下跌呢是在我们预期当中的下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之前提到了啊，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它做了日线反弹，反弹之后我们说了有震荡，震荡之后还要下行，结果终于啊，它的下行出现了，下跌幅度跌了2%。这个2%呢，跌幅不大，但是跌破了震荡的这个格局。那么接下来的走势，我认为道指有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啊，因为我们知道行情啊，它是周期不断变化、方向变化的。那我们经历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和日线级别反弹，然后做了日线级别震荡啊，这个震荡呢，实际上是4小时级别的震荡。震荡结束之后，继续它的下行。最终呢，完成什么呢？完成一个月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这将是美股未来面临的一个熊市当中的一个必然走势。所以规律性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些规律，就会对比特币的价格啊，比特币的走势构成一个指导性的作用。当然了，我们今天发现道指虽然跌了2%左右啊，接近2%，1.9%啊，1.94%。上证指数呢却出现了一个大涨啊，但我们知道啊，急涨啊不是什么好兆头，上方有个非常重要的120日的均线压制，这样呢，我们已经观察到啊，上证指数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和对称性的周线级别反弹啊，它的对称关系已经形成，证明上证指数目前处在一个强势当中，但它的强势呢是和之前的下跌相呼应的。啊，这种走势走完之后呢，还会继续它的一个下行，因为我们目前发现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上涨啊，下跌和上涨啊，时间对称，但是它的下跌幅度是大的，反弹幅度是弱的啊。即使今天出了一个大涨，但是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啊，它的反弹力度是远弱于下跌力度的，所以呢，我认为道指的日线级别下跌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啊，意味着上证指数虽然今天出现大涨，但是它已经出现了背离。与什么背离呢？与美股的背离啊！背离之后呢，我认为道指会带崩一切的啊，因为美股啊占整个金融市场的80%以上啊，所以呢，美股这个资金盘啊出现崩盘的情况下啊，世界任何一种资产呢都会随着下跌啊。这就像一根绳上的几个绳结或一根绳上的几个蚂蚱，只要一个动的话，其他会跟着动啊。特别是道指是一个特别大的绳结啊，特别大的蚂蚱，它如果下跌的话，会带动一切下跌。说完了外围市场，我们看比特币当前的结构啊，比特币没有跟随道指出现一个2%以上的下跌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观察到了比特币的目前在4小时级别上。结构还在啊，结构还在，依然是一个窄收敛的结构，在这样的窄收敛结构，我们之前说了啊，它是酝酿一个多头的结构啊。虽然道指昨天暴跌啊，昨天出现了一个下跌，但如果今天反弹的话，我认为比特币会有一定的跟随啊。如果道指出现的反弹力度比较大的话啊，如果这里出现的反弹力度比较大的话，那比特币可能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行，4小时级别的上行动作啊，最终呢，有可能顶到33000美金附近，但我们目前来看，我们仍然是保持空单的状态啊，就是做空的状态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啊，因为我们观察到这一轮比特币的行情非常弱势啊，与美股发生背离，与 A 股发生背离 ，A 股已经涨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美股呢，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啊，这2个上涨的力度、时间级别强于比特币啊。我们观察到比特币的弱势之后啊，
但凡比特币出现一个强势的上涨，就是我们布局空单的机会。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说了啊，比特币一旦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这是我们第一个布局空单的机会，大概位置可能会反弹到33000美金附近，这是一个日线级别啊长期以来的一个压力线啊，日线级别长期以来的一个压力线，一旦跌破的话它不容易反弹上来啊，持续了将近20多个交易日没有反弹上去啊，证明行情非常弱势。但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突然爆发式的反弹是有的啊，耐心等待这种反弹一旦出现的话，是布局空单的机会。这个时间级别有可能是4小时级别，日线我目前不太指望了，因为美股已经在震荡之后出现了一个下行，那比特币就失去了一个时间级别的机会。什么时间级别呢？就是日线级别反弹的机会，目前基本上看已经失去了。那么它还有一个机会，就是4小时级别反弹啊，因为整个美股运行时间就是一晚上运行完了之后，它带动比特币的话美股出现反弹的话，带动比特币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短暂的突然的上涨。为什么上涨呢？要爆空头因为目前来看行情处于这样的熊市状态这种熊市状态非常弱势，场内已经积聚了非常多的空单在这个市场上，非常多的空单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快速拉升爆掉这些空单爆掉这些空单。我们目前来看首先我们要有这个在这个收敛三角形的这个结构中特别是窄收敛三角形的这个结构中布局一点点空单，虽然有可能反弹，但要布局一定的空单一个观察仓。这个观察仓的作用就是让你同行情产生关系，你和行情有关系的话，你才会更关注于行情。但仓位不要太大仓位大了的话会让你的心态失衡。观察仓起到的是观察的作用，和行情产生联系的作用，并不是让你在行情当中因为仓位过大而左右摇摆。所以呢，这个仓位要小一些小一些之后耐心等待它可能出现的4小时级别反弹。如果到达33000美金，布局第二个仓位，第二个仓位是主要布局的仓位主要布局的仓位。当然你的仓位要多分几份至少分5到10份第二个仓位呢可以控制在2成，然后意外的情况是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这是一种可能发生，但是目前来看概率低的事件。那这种情况下呢，你还要有仓位在更高的位置上，比如说36000美金附近去布局这个空单一定要有空单一定要有观察仓，有仓位与行情发生联系，并且考虑到反弹过程当中各个位置的布局仓位的多少这样呢，行情再走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跟着你因为有仓位的情况下，就会跟着下跌趋势去获利。因为比特币嘛，已经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现在的反弹无非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但是呢，下跌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之前行情当中说了18年下跌幅度达到85%那这轮行情如果下跌70%的话，也就是上一轮行情第一阶段的下跌70%，那2714比特币就要跌到14000美金跌到14000美金。第一阶段的目标位呢是2万美金，那最终目标我们是14000美金。那这样大的空间之下呢，我认为无论它怎样反弹，无论它怎样震荡，你在长线这个周期上，稍微长线的这个周期上是要布局空单的是要布局空单的我们做行情只有3个东西昨天补充了一个时间的概念相对来说是4个关键的要点。第一个呢是趋势第二个呢是位置那当前时间有可能出现反弹，你要抓住反弹之后做空的这个位置。第3点呢就是仓位，刚才我们提到了多分几个仓位然后进场。那第4点呢是关键时间，我们目前发现的主要的非常重要的关键时间，一个是美股的开盘时间，第二个是凌晨1点半这个是美股接近中场的一个时间。那第3个呢是早上8点钟左右8点之前，特别是7点半到8点这个时间这个是币安平台一个收开盘的一个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大多数的变盘呢往往出现在这几个收开盘时间还有美股开盘时间。
还有美股中场啊这些关键的时间啊。那个 A 股市场收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 A 股如果波动大的话，波动特别大的话，也会影响比特币的走势。然后我们说以太坊，以太坊目前走势是极度弱势啊。这个弱势呢，是我们观察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呢，我们在之前说了啊，它已经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位置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位置。这个焦点位置呢是日线级别上的啊，比特币和以太坊啊，它的交易对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到焦点位置发生跌破之后，非常不容易收回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弱势的走势。那目前我们看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也是非常弱势，在4小时级别上一直处在一个收敛三角结构的下方啊，收敛三角形结构的下方。那这个位置呢，和比特币类似的是，你要布局空单，然后呢，如果反弹上来的话，你要加仓。和比特币类似的是，你要布局一个观察仓，如果反弹到第一个位置，就是这个结构的延长线的这个位置啊，加第一个仓位，大概是在1950啊，加第二个仓位啊，主要的做空的仓位在这个区域上，因为这个区域存在压力。那第二个位置呢是在2150，还要加仓。为什么说呢？215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线，这个压力线呢是去年高点4877。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区域上是我们反弹做空的一个重要布局仓位的一个面儿。我们这里面引入了一个面儿的概念啊，因为面儿的概念是大于线的概念的啊。波浪理论嘛，5浪上涨，3浪下跌，每一浪呢都是一条线来构成的，每条线呢是由2点构成的，2点构成一条线。形成了一个一维的思维啊，一维的思维在行情当中构成了千人千浪啊，它具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呢，你把思维模式提高到2维思维，比如说我画的这个三角形，还有这个延长线，还有这个焦点，它是一个面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下呢，你的开仓的位置能够固定下来啊，因为这个线这个面都在这摆着呢，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思维的维度，提升了之后啊，你对这个行情就有更多的理解啊。当然这个我在书里面也写了一部分啊，叫四象战法啊。四象战法主要是提升你的维度之后啊，去理解这个行情，在行情的波动当中去找到合适的点位。然后今天行情当中啊，没有特别明显的强势币种啊，并且之前上涨快速的币种目前全部都在回调，比如说 Link、Win、TRB 啊 ，TRB 目前还涨势比较好一些啊，这些币种呢目前都在回调啊 ，Win 也在回调，然后 GMT 啊，通通都在回调，通通都处于非常弱势的一个行情下，证明山寨币的超级主力也意识到美股的下跌可能会对比特币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呢，我们重点要看的是今天晚间时分啊，晚间9点半的时候啊，美股的可能发生的反弹力度对最终对比特币的影响啊。总之呢，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熊市的状态当中啊。如果山寨币如果想做山寨币的话，尽量考虑这种像 FTT 这种特别弱势的币种啊。当然了，我们会员群最近也抓到了一个 C98啊，这个是平台币啊，最近涨得不错啊，因为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4小时级别上涨，然后回打下来之后，我发现了它的对称结构啊，对称结构形成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支撑，然后我们在布局这个的时候有一定的获利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